中國護衛艦還是太強了，這不前不久瑞典的薩博剛碰瓷中國零五四 D 護衛艦嗎？沒想到日本最近發布的新型反艦導彈宣傳動畫裡，又把中國零五四 B 護衛艦當成了靶標，靠一套花裡胡哨的同軌機動就模擬出擊沉我方軍艦的畫面。看完後，小編只想說，導彈行不行我另說，這動畫制作水平果然一流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。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近日，日本防衛省裝備廳發布了一款名為“島嶼防衛用心對艦誘導彈”，簡稱新 SSM 導彈的宣傳視頻，全程主打一個針對性拉滿，不僅明確把2艘中國零五四 B 護衛艦當成打擊目標，還模擬了從陸海空多平台發射導彈，最後靠導彈連續3個同軌機動突破防線，成功擊沉零五四 B 的場景。視頻一放出來，不少日本網友還自我感動上了，說這是突破中國防禦的利器。結果咱們這邊網友看完直接笑出了聲。首先，什麼是同軌機動？簡單來說，就是導彈飛行時不僅沿自身軸線滾轉，還同時做俯仰偏航動作，相當於在3維空間裡跳迷蹤舞。想靠不規則軌跡躲開反導系統攔截，日本還特意強調，這比俄羅斯反艦導彈的2維蛇形機動高級多了，能大幅提升突防概率。可理想很豐滿，現實很骨感，這招在實戰中純屬花架子。SSM 導彈是川崎重工主導研發的亞音速反艦導彈，重量約540公斤，射程號稱能到1000公里，最大速度卻只有0.8馬赫，巡航速度更低，飛完1000公里得耗時整整60分鐘。就這速度，在現代海戰裡簡直是活靶子。中國早已建成由天基衛星、空警500預警機、長航時無人機和超視距雷達組成的廣域監視體系，亞音速目標從發射那一刻起就會被全程跟蹤，根本沒機會隱蔽接地。更搞笑的是，日本為了實現所謂的高機動，給導彈裝了大尺寸主翼和外露式三角形進氣道，還搞了罕見的雙折疊彈翼設計。這設計看似兼顧了機動性和部署性，實則全是漏洞。大尺寸主翼和進氣道成了強雷達反射源。彈翼的折疊結構也沒做隱身處理，導致它的雷達反射截面積比日本另一款12改反艦導彈大得多，在幾百公里外就能被零五四 B 的雷達捕捉到，根本談不上隱身。而作為中國新一代遠洋護衛艦，零五四 B 搭載了一體化隱身、軌感和雙波段有源相控陣雷達。S 波段雷達負責中遠程預警，探測距離超400公里。X 波段快反雷達專門精準跟蹤目標，反應時間僅2秒。對付亞音速導彈綽綽有餘，而且它還構建了3層攔截體系。32單元垂發系統搭載的紅旗 16B 導彈，能在100公里外實施首輪攔截，成功率約80%。24連裝紅旗10近程導彈，專門收拾漏網之魚，在10公里內攔截成功率超70%。最後還有射速超每分鐘11000發的1130進防炮，形成金屬風暴彈幕。亞音速目標想突破這3道防線，概率不足10%。更關鍵的是，零五四 B 從不會單打獨鬥，在真實海戰中，它會融入航母編隊的體系作戰網絡。空警500預警機在數百公里外就能發現來襲導彈，指揮殲擊機前出攔截。編隊裡的055、052D 驅逐艦還能靠海紅旗 9B 遠程導彈，在導彈飛行中段多次攔截。日本動畫裡把零五四 B 當成孤立靶標，本身就是脫離實戰的幻想，就像遊戲裡關了隊友開了掛。除此之外，這導彈還有個致命短板，抗干擾能力差。SSM 導彈依賴民用 GPS 信號制導，一旦 GPS 被干擾，單靠慣性導航飛1000公里，誤差能大到離譜，最後能不能找到目標都成問題。而且連續同軌機動會大幅增加飛行阻力和燃料消耗，還得減速避免彈體受損。本來速度就慢，一減速更是成了移動靶。有網友調侃，這導彈不是來突防的，是來給咱們防空系統當訓練靶的。連續3個同滾，怕不是想給1130近防炮表演個空中轉體360度？日本之所以急着放這視頻，
目的也很明確，一方面是想靠碰瓷中國軍艦給自家軍火貼金，好像國會要軍費。2025財年日本防衛費已飆到11萬億日元，佔 GDP 突破 2%， 還想往 3.5% 衝。不制造點中國威脅，軍費漲幅根本沒法交代。另一方面是想施壓中國，試圖讓咱們解除制裁。畢竟中國切斷稀土出口，禁止兩用物項對日軍事出口後，日本軍工體系已面臨不小壓力。小編覺得，日本這波操作純屬自我安慰。現代戰爭拼的是體系作戰能力，不是單一武器的花架子。日本把西南諸島當成導彈部署點，可這些島嶼防禦縱深有限，一旦衝突爆發，部署導彈的基地會首先遭到我方火力覆蓋，生存時間以分鐘計。敢發射第一枚導彈，就別想有機會發射第二枚。中國的反擊不僅是攔截導彈，更是徹底清除攻擊源頭。可能是覺得導彈動畫還不夠唬人，日本最近又放出了電磁炮實彈射擊視頻，宣稱完成了艦載實彈打靶，還敢有議員叫囂要用電磁炮擊沉福建艦。這波操作又把大家看樂了。難道日本在電磁炮賽道真的彎道超車了？根據日本防衛省發布的信息，這款電磁炮口徑40毫米，全長6米，重量8噸。2025年6、7月間在飛鳥號實驗艦上完成了實彈打靶。它的核心指標看似亮眼，充電能量5兆焦，彈丸初速能到2300米每秒，接近7馬赫。軌道壽命200發，採用脫殼穿甲彈，打靶時能精準擊中目標。日本還宣稱，這是全球首次艦載電磁炮真實打靶，比美國下馬的電磁炮項目進展還大。客觀地說，日本在電磁炮領域確實有一定基礎，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研究16毫米小口徑電磁炮，2016年正式啟動項目，2018年造出樣機，2022年轉向艦載實用化。能有今天的進展，一是靠日本在電氣領域的技術積累，二是目標比較務實，不像美國一上來就搞大口徑電磁炮，導致電源小型化、軌道燒蝕等問題無解。日本先從40毫米小口徑入手，以防空為目標，難度大幅降低，還能借鑑美國的失敗經驗。可看似光鮮的數據背後，全是無法回避的短板。首先是實戰化難度極大，日本這款電磁炮的電源被裝在4個20英寸的集裝箱裡，體積龐大，根本沒法適配現役作戰艦艇，只能裝在實驗艦上。要知道，作戰艦艇空間有限，想把電源小型化到能上艦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其次是軌道壽命太短，200發的壽命遠達不到實戰要求，至少得提升到1000發以上，才能滿足持續作戰需求。更關鍵的是，它的威力和射程根本不夠看。40毫米口徑的脫殼穿甲彈，主要針對低空飛行的導彈和小型艦艇，想打擊航母這類大型目標，簡直是以卵擊石。有軍事專家分析，這款電磁炮的有效射程大概率不足100公里，而福建艦搭載的艦載機作戰半徑超1000公里，日本電磁炮還沒靠近，就會被艦載機摧毀。那位叫囂擊沉福建艦的日本議員，純屬是無知者無畏。對比中國的電磁炮技術，日本就更不夠看了。早在2018年，中國海洋山號登陸艦就被拍到安裝了實驗型電磁炮，開啟了艦載實驗。根據2024年媒體報道，中國電磁炮在2023年就實現了發射120發軌道不受損的水平，還採用了 X 型交叉軌道技術，能把60公斤重的彈丸加速到7馬赫，打擊400公里外的目標。這個性能，不管是彈丸重量、射程還是穩定性，都遠超日本的40毫米電磁炮。外界普遍估計，055型驅逐艦的升級版055B 很可能會搭載國產電磁炮，最快這2年就能亮相。屆時，中國電磁炮將具備遠程精確打擊能力，既能反艦反潛，又能防空，成為航母編隊的新利器。有人可能會問，日本怎麼執着於搞電磁炮了？其實和搞些 SSM 導彈的心思一樣，都是想靠新概念武器刷存在感，打破與中國的軍事差距。可軍事發展靠的是硬實力積累，不是靠宣傳造勢。美國電磁炮項目搞了10幾年，最後因為技術瓶頸下馬。日本想靠小口徑電磁炮彎道超車，無疑是癡人說夢。從改造出雲級為航母，到購買美國戰斧導彈，再到自研遠程導彈和電磁炮，日本早已把專守防衛的承諾踩在腳下，一步步蠶食和平憲法。這些動作都在說明，日本正試圖重新成為軍事大國，這才是東亞地區最大的隱患。
不過，中國也不畏懼這些挑釁，你搞你的武器研發，我練我的硬實力。和平從來不是求來的，是靠實力打出來的。日本要是真敢把幻想變成現實，等待他的只會是雷霆反擊。任何妄圖遏制中國的陰謀，最終都只會撞得頭破血流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